下铺带她男友回来上床，我全当没看见。第二天发现床上的领带，我才发现那是我老公。我准备回家质问老公，可回家路上，朋友转我一帖子，帖子上写着和练车教练谈恋爱了，帖子上照片是我那三好老公。我直接把离婚协议甩在老公脸上，他却说我出轨都是因为你啊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摇晃，以为是要地震了。我惊慌失措，睁开双眼，打开手机，却发现没有地震预警。后知后觉的，我听到了一些女人隐忍的呻吟和男人粗犷的粗喘声。霎时间，我明白发生什么了。我的下铺室友带她的男朋友回来上床了，我浑身不得劲，整个人尴尬又不知所措。我用被子捂住耳朵，但不堪入耳的声音还是往我耳朵里钻。等天亮了，我一定要把室友狠狠骂一顿，直至天光大亮，摇晃才慢慢停下来。我的满腔咒骂却看到室友的脸停了下来，他整个人红光满面，看上去刚刚得到了大补。要不算了吧，我在心里默默想着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一定严厉制止。想到这里，我把一肚子的话都憋了回去。我下床，而室友刚刚才把她男朋友送走。我假装刚睡醒，睡眼惺忪问她：你今天怎么这么早起，脸还这么红？室友春兰听到我这句话，脸更红了，像一只猴子的屁股。她支支吾吾：我昨晚睡得好。我泛着恶心，准备远离，可当我不经意间扭头一瞥时，却发现他的床上有一根男士领带。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那根男士领带上有我给我老公亲手绣的一颗黄色的星星。跟我室友春兰上床的是我老公。我心中大骇，脸上却面无表情。刚刚纠结的心情一下子就消失无踪了，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不相信的。自结婚以来，我老公对我很好，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，老公就立刻在外面买房子让我们搬出去住。在家中，他从来都不用我做家务活，他说女孩子不用做这些，我生了孩子都是他来带。他说女人生了孩子已经很辛苦了，孩子就他来带吧。这样的老公怎么会出轨呢？我们的朋友都很羡慕我们之间的爱情，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，却仍旧像一对热恋情侣一样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冷静下来，万一呢？万一只是巧合呢？我冷静地拿起车钥匙，冷静地开车，仿佛要与我存心作对一般。回家路上的红绿灯都是红灯，我焦急地等待着，心中不停地在想老公会是怎样的一个说辞。假的吧，都是假的吧。我不停地安慰自己。这次的红灯时间有些长了，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这时候，我朋友突然发了一条信息给我，他转发了一个帖子，和练车教练谈恋爱了。帖子上的照片俨然就是我老公，他正满脸笑容看着镜头，女生正在亲他。我浑身僵硬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。刹那间，我的世界顿时天崩地裂。看着已经变绿了的红绿灯，我的视线渐渐模糊，直至身后的车鸣笛了，我才回过神来，狠狠擦掉泪水。我猛打方向盘，转弯。我不回家了，我要离婚。我淡定地回到家，老公已经到家了。我看着他正在厨房忙前忙后，还分心照顾孩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老公名叫周富，他很爱我，从高中追我到大学，从大学追到职场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甜蜜下去，可是如今一切都颠覆了。7年间，他对我这么好都是表面，可他一直在出轨。
还是跟不同的人。我这才惊觉，原来7年间，我一直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他，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。恶心，太恶心了！看着我呆愣站在门口，周父招呼我：“站在门口干嘛？要吃饭了。”我没有听他的话，转身哄孩子回房间玩。等到只剩下我们2个的时候，我走到他面前。周父看到我这样，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怎么了？工作不如意吗？我紧紧握住手，却发现我的手早已冰冷的发白，不住的颤抖。我掏了掏包，拿出离婚协议书。周父还是一脸疑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把离婚协议书狠狠甩在他脸上。锋利的纸张划伤了他的脸，露出一丝小小的划痕。他一脸呆愕，手足无措地拿起其中一张看了起来。还没看完，他脸色就十分难看。你要离婚？我不同意。我眼神淡然地看着他，好像第一次才认识他一样。不对呀，我和他认识了明明很多年了，可以说我人生里的半生都有这个男人。可我为什么现在才看清他的真面目呢？我的鼻子突然一酸，可我不想在周父面前露出我软弱的一面，所以我死死咬住牙关，不让自己流泪。你出轨了。我的语气很淡，淡到好像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出轨。他脸色巨变，上前一步，紧紧抓住我的手腕。青青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想甩开他，可始终男女力气悬殊，所以我用另一只手狠狠给了他一耳光，把他扇到地上去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他的右半面脸迅速红肿，右耳出了一丝血。这是我用尽浑身力气的一巴掌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牵了他，孩子归我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拿起一旁的纸巾就擦手。一想到今天早上他还在和我下铺室友上床，我就想吐。一想到我和这个男人睡了7年，我就想把身上的皮都刮走。我正准备回房间带女儿出去，可这时候周父突然在我身后大吼：“我出轨都是因为你啊，纪青青！如果不是因为你说要考核公司底下员工去公司宿舍住，而不在家住，我根本就不会出轨。”我脚步停下了，转身看着他狼狈的模样，气笑了。你是说你出轨的原因是我不回家住？他一脸正气凛然，浑然不觉得自己哪里错了。对呀，这几个月你只有几天住在家里，可我呢？我这么想你，你却没几天在家，那我只能找一些像你的人啊。说到这里，他又顿了一下。青青，我找的那些女孩都是很像你的，她们的眉眼都很像你。我跟她们上床，都是因为我把她们当作是你的替身了。你看我心里还是最爱你的，大不了以后我不出轨了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他说着说着就走到我面前，一脸深情地看着我。说实话，这么多年了，周父的脸依然抗打，怪不得一些小姑娘喜欢他。要是从前的我，说不定就被骗了。我开口，不离婚，可以把我给你绣的带有黄色星星的领带拿出来。他大喜，立刻去房间里找，可是找了很久，他还没有出来。他神色焦急跑出来，我记得明明放在那里的，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我轻轻吹了一口热水，喝了一口。我知道在哪里，在哪里？我挑眉看着他，在春兰床上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清白，好像变成死人的脸，浑身瘫软坐到地上。他神色正然地呆坐在地上，然后跪爬着在我脚边，捧起我的脚。你踢我吧，打我吧，我错了，青青，我以后再也不出轨了。彼时我还没脱下高跟鞋，看着他触碰我的脚，我只觉得一阵恶寒。我狠狠踢了他一脚，毫不留余力的高跟狠狠踢到他的肚子边，他整个人虚白的流下冷汗。你解气了吗？
我穿着高跟鞋，轻轻踩在他的脸上，使得他的脸上留下脏脏的鞋印。解气，我的脚顺着他的身体往下，从脸到身体，最后到裆部。那你把这个割掉吧，我就不离婚。我把女儿送到我爸妈家，没有说太多的理由，然后找了一个酒店住了下来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才是我脆弱的时候。我恍然想起那条绣着黄色星星的领带，那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送给周父的礼物。他那时候很高兴，天天带着领带，睡觉也不拆下来。我告诉他，领带的背面有一颗黄色的星星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，因为这象征着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初识就是因为一颗黄色的星星，那是我们爱情的开始。可是现在星星陨落了，也没有平时的亮了，可能星星也觉得爱意不复存在了吧。周父说，他是因为太爱我了，所以才找像我的人出轨。可是如果爱我，不应该为我洁身自好吗？如果他爱我，不应该坦白跟我说想我了吗？可是这几个月，他甚至很少联系我，说什么太爱，其实是不爱，在自欺欺人罢了，为自己塑造一个深情人设，把自己都骗过去了。我抱着自己，捂着脸痛哭，心脏像被腌渍一样不住的酸疼，整个世界变得灰暗，无所适从。我爱了10几年的人啊，怎会变得如此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哭得浑身疼痛，头痛欲裂。这时候，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我一顿，是我的婆婆，周父的妈妈。我接了，纪青青，我不同意你们离婚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挂了电话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地址，说让我到哪里去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头疼的想，果然还是要面对这一关。周父不同意离婚，但架不住我强硬。但是他妈妈不同，他妈妈有着老一辈的腐朽观念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没少吵架。我收拾好东西就去往地址，那是一个饭店。我进到一个包厢，发现周父和他妈妈已经坐在位子上了。看到我，周父眼睛一亮，站起身来迎接我。青青，你来了。我避过他，径直走向他妈妈。我没注意到的是，周父的眼神一下子就暗淡下来。您凭什么不让我们离婚？离婚是我和周父2个人的事，您别管。秉持着要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，我还特地用了敬语。我以为他会直接开骂，没想到他竟然对我笑着，起身拉着我的手就把我往椅子上按。现在的小年轻，小打小闹很正常，但是离婚就没必要了。你们都得养孩子呢，不是吗？孩子不能没了妈妈。我皱眉，意识到不对劲。什么叫孩子不能没了妈妈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女儿只能我来养，而且这婚我离定了。周父妈妈终于收起了笑面虎的笑容，恢复了她平时刻薄的姿态。我告诉你，离婚不可能，除非你把你公司50%的股份给我儿子，不然我去你公司闹。我简直要被这个无理取闹的老太婆气笑了。我记得刚结婚的时候，周父妈妈自荐他来做饭，我想着不能让他一个人干活，所以就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看到了他在一碗粥里下药拌匀。我内心惊涛骇浪，但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等到他喊吃饭了的时候，我偷偷在墙角看着他把那碗下了药的粥放在我的座位上。从那时候我就知道周父的妈妈不是一个善茬。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周父，可他却一改之前无论我说什么都支持我的立场，笑着对我说，你看错了吧，我妈怎么会给你下药？而且就算下药了，那药也是对你好，你别太多心了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周父就是跟他妈妈约好的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药，但是很恶心。我收拾了一下被哽住的心情，开口，
你不想我和你儿子离婚，不就是看中了我的钱吗？当年要是没有我，你儿子可以开驾校，成为一名驾校教练吗？结婚前，我的公司就已经在了。就算我们离婚，婚姻的共同财产分不了我的公司股份，怎么现在就开始急了？怕你儿子离开我就没饭吃啊？没事啊，他可以去找他的出轨对象的。他的出轨对象不是都很像我吗？那他们肯定也有钱，找他们去吧。周父皱眉，青青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我直接一口水喷到他脸上。那他妈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当年你妈给我下药的时候，你在哪？当年你妈说我生了个女儿太晦气，要把她扔掉的时候，你在哪？你别忘了，你的驾校都是用我的钱开的，你他妈就是个软饭男。周父瞪大眼睛，想说什么话，却都哽在嗓子眼，憋不出一句话。他的脸上忽然出现些许愧疚和后悔，神情惊慌地拉住我的手。不是的，青青，给我放手。这时候，包间门口突然出现一个声音，我整个人愣住，不敢置信。这声音是……包间的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了2张脸，是春兰和另一个女孩子。那另一个女孩子，我也知道她是那个帖子的主人，周父的出轨人之一。我瞪大眼睛，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春兰怒气冲冲朝我走过来，猛地扇了周父一巴掌，使得他松了抓住我的手臂的手。春兰冷笑，要不是我们今天来这里吃饭，还听不到这么精彩的故事呢。他恶狠狠地弯着周父，你一直跟我说你是单身，我竟然还信了。我呸！另一个女孩也走进来，直接给周父的膝盖窝一脚，他整个人跪倒在地，真他妈恶心！有老婆孩子了还出来骗人，害得老娘当了小三。我表情怔愣地看着，不知所措。春兰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拉住我的衣角，实在抱歉，青青姐，我们不是故意要当小三的，我们都是在学车的时候认识的。他跟我们说他是单身，练车的时候还不停对我们动手脚。他还说如果不跟他上床，他就不给我们过。他说着说着就要哭出来了。我终于回过神来，理清了现在的局面。我头脑冷静，拿出手机报警。喂，是110吗？这里有人涉嫌猥亵和不正规开设驾校。我冷冷地看着跪倒在地上疼痛至极的周父，心中闪过一丝痛快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有民众反映这里有猥亵他人和不当营业情况，我们来带人去警局了解一下情况。而一旁周父的妈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拉住周父不让他被警察带走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儿子没犯任何错，都是那个女人，驾校是那个女人开的。他缠着警察不让警察带着周父走，缠斗许久后，警察直接把他也铐上，打扰警察办事，行政拘留。最后的最后，周父和周父的妈妈都被警察带走了。我的世界终于清静下来了。我们3个人也找了一个地方谈话。春兰说，她这几个月在学车，周父是她教练。学车期间，周父一直以学车的名义来进行猥亵，她不敢出声，因为周父威胁她，如果告诉别人，他就不让她考过。而另一个女孩说，她也是有同样的经历。周父说他是单身，女孩看他有些帅气，很快就沉沦其中，随后发布了那条帖子。我惊讶地看着他们，我以为你们都会小三打正宫呢。他们苦笑着摇摇头，我们本来就是头脑不清醒，会想着和教练谈恋爱，而且本来就是我们有错在先，我们向你道歉。说着说着，我们3个都笑了起来。对呀，现在哪来这么多三观不正的小三打正宫？在现在这个社会，
人人的价值观变得正常，女孩和女孩之间的友情尤为珍贵。我们凭什么会为了一个男人而坏了我们女人的关系？想到周父，我的心里还是止不住的隐隐的疼痛。我们终究敌不过7年之痒，7年转瞬即逝，女儿也上小学了。在朋友面前，我们就是羡煞旁人的模范夫妻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们的婚姻早就开始烂掉了。我坐在咖啡店，捂着泛着疼的心脏，仿佛要透不过气来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过下去，可现实是那尖锐的礁石，割得我遍体鳞伤，错愕混合着落寞，还有受伤。说不爱是假的，但是现在释怀还来得及。我收拾好情绪，准备回家接女儿。可这时候，警察打电话过来，周父不小心逃走了，你要注意一点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女儿，不好，我爸妈还不知道周父的事。如果这时候周父去把女儿接回来，我爸妈也会安心给他。警察说，周父在10多分钟前逃走的，现在打电话告诉爸妈还来得及。我打电话给他们，却被告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。就在刚刚，周父带走了我女儿。我吓得浑身发抖，想要镇定下来，却止不住心慌。我打电话给警察告知他们，然后我就开车回家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有一种直觉，周父肯定会回家。到了家门口，我手指止不住颤抖，最后我2只手一起打开门，欢迎回家。周父站在玄关处，笑着张开手臂，等着我去拥抱他，就跟从前一样。我缓缓走过去，想要出其不意给他一拳，他却仿佛洞察了我所有的动作，一把把我揽下去，双臂紧紧抱着我。我拼命扭动，却逃不掉。我低声说：“女儿呢？妈妈。”这时候，女儿突然跑过来，我忽然双目一热，眼眶通红。周父放开我，让我去抱女儿。我紧紧抱着女儿，知道她现在没有受伤。我冷静了一瞬，然后轻声跟女儿说去房间玩会儿。我和周父面对面坐着，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变了，变得阴冷、咸湿、恶心。你要怎么样？不离婚？不可能。那我就把女儿带走，带到你永远都看不到的地方。我猛地抬眼，死死盯住他的眼睛。那也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敢？他轻笑。那就不要离婚。他认真地说，青青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来弥补你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之前做错了很多，但是我会改的。我心里只有你一个，可我怎么能到我快要失去你的时候，才发现你有多好呢？我开口，因为你贱。他像条狗一样跪爬过来。对，是我贱，我这条贱狗能不能得到你的原谅？我也轻笑一声，你试着讨好我。闻言，他的眼睛亮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要狠狠折磨他，就这样跪着，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哭，让他跟我一样疼，让他笑着哭，给他希望，又给他绝望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动我女儿，他别想好过。我跟他说，你起来。他立刻站起来，双目明亮地看着我。我说我想要一条刺绣的手帕，手帕上要有一颗黄色的星星。他的表情落寞了一瞬，像是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心中冷笑，他也想起来了吧？落在别的女人床上的领带。他立刻动手，拿出一条手帕，拿出针，就开始绣。可是从来都没刺绣过的人，怎么会绣东西呢？他绣了1个星期，简简单单一颗星星。他绣了1个星期，我看到他的指尖、手掌都布满针孔，大大小小的。我问他疼不疼，他笑着对我说，不疼，因为是为了你，所以不疼。我浅浅地笑了，为了我，可以不要我亲手绣的领带。周父顿时不出声了。我看着他手上绣了1个星期，但仍旧歪歪扭扭的手帕，甚至没有心情拿起来欣赏，扔了吧，太丑了。
我掏出随身带的手帕，擦了擦手。他顿时眼红，这是谁给你的？我给了他一巴掌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公司举办年会，因为我是老板，所以要带一名男伴跳开场舞。今年我一上任总裁，就跟周父说好，他一定是我的男伴。今天刚好要是开年会的第一天，我叫上周父一起去。他神色得意地看着我，以为我要原谅他了。我勾唇。到了公司门口，他先下车，然后伸出手，等着我牵他的手下车。我伸出手，却搭在了另一个人的手上。我朝那个人笑笑，是我公司的合作企业的总裁。我搭着总裁的手下车，缓步走进公司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周父的脸色，但是想来一定非常精彩。我坐在我的座位上，和旁边的总裁谈天说地，而周父却在门口和保安据理力争。他闹出的动静不小，许多人都在对他窃窃私语。我是你们总裁的老公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小心我让我老婆开除你。保安面无表情，抱歉，您没有邀请函就进不去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爽极了。等到开场舞的时候，身边的总裁邀请我，我欣然接受。几次瞥到周父，我都能看到他在门口看着我和别人跳舞的样子的那个表情，嫉妒、愤恨、不甘，还有悔恨。怎么样？当着另一半和异性亲密接触，你也受不了吧？那你凭什么还要求我重新接受你？结束后，我走到门口，他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跪在我面前，然后举起双手，一下一下的往自己的脸上打，直至红肿，直至麻木。青青，我知道你这都是故意气我的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是我欠你的，我一件一件向你赔罪。他说我从前为他受的伤，现在换他来受，只要我高兴。在这大冷天、大雪天，他跪在雪地里1个小时，就这样打到晕倒。我让人把他送到医院，然后把他晾在那里，然后我提着一碗粥给他送过去。在路上，我遇见了春兰，她也参加公司年会，如今一脸复杂地看着我。你没跟我说过你是老板？他深呼了一口气，眼神里带着微妙。我开口，却不知如何解释。我是为了考察底层员工才住员工宿舍的，这些他都不知道。他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城府多么深的人？还没等我想好措辞，他又说，我都明白的，带人进来上床是我的不对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不过你做得很好。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愣了一瞬。我明白了，他是说我刚刚在门口羞辱周父的事做得好。我转了一圈眼眸，笑了，他也笑了。此刻我们谁也没说话，却都知道彼此所想。我提着保温盒进了医院，周父看到我，他顿时欣喜若狂。他立刻打开保温盒，拿起勺子就往嘴里送。我说慢点吃，烫。他听到后更加兴奋，不顾粥的温度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后果就是他被烫得满嘴水泡，直到亲眼看到他吃完了所有的粥，我才笑了。我收拾整理好保温盒，轻声问他味道怎么样。他笑着温柔说，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粥。我虽然在笑，可眼底里没有一丝笑意。是吗？我可是下了药的。闻言，他整个人呆住，神色僵硬。我学着他妈妈一样，当个笑面虎。当年你们给我下的药是什么？他沉默了一瞬，生子药。我安静了一下，然后笑出了声。什么年代了，生子药这个东西竟然还存在？我大笑，笑到护士过来提醒我要小点声。我笑出了眼泪，然后瞬间面无表情。可惜了，我下的药不是生子药。他大惊失色。我扯了扯嘴角。这时候他突然捂着肚子，猛然皱眉看向我，然后奔向厕所。
看着他崩溃的背影，我舒坦极了。这剂量的泻药够他拉1个星期了。他说他不怪我，他都是自作自受。1个星期后，我看着他拉虚脱了的样子，问他：你是不是特别爱我？他说：我特别爱你，如果没有了你，我会活不下去的。他好像被我折磨过了几次，就认为他能够弥补对我的过错。他好像真的骗过了自己，相信了自己是一个大情种。我问他：那是不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？他点头，然后我甩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签了它。看到离婚协议书，他脸色巨变，好像发疯了一样，把所有的纸张撕得稀烂。他脸色惨白。我们真的要到这种地步吗？我淡然点头。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们能心无芥蒂回到过去吗？他突然就不吭声了，看着他那副样子，我直接离开了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我还没有还回来。那是在5年前，我替周父开了驾校，去驾校探望他。谁知道那天刚好有人的钱包丢了，那人看我第一次来，就认定我是个小偷，而当时还没有安装监控，我百口莫辩。这时候周父过来了，他了解了一下情况，那人说我肯定把钱包藏在身上了，要求我脱衣服检验。我冷笑，看着那个大叔，一看就是想占我便宜。我转头看向周父，觉得他肯定能够为我说话，可是他却沉默了。我感觉到不对劲，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他就是想占我便宜。那时候大夏天的，我里面就穿了件吊带，怎么能随便脱衣服？周父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老婆，要不你就脱吧，又不会少2斤肉。我瞪大着眼睛，不相信他能说出这句话。我看了他好久，他还是沉默。我气急了，行啊，脱呗，大不了把我所有的衣服都脱光好了。我掀开外套，露出里面的吊带，然后我又想脱的时候，周父皱着眉制止了我。你有没有点羞耻心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看得出来他眼底里有些许愧疚。我再也没有理他，直接开车走了。后来我被他哄好了，我现在懊悔地想，早知道那时候就离婚好了。我陪着女儿搬到了另一个地方，在接触律师如何正当离婚。可这时候，医院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周父自杀了，他没死成。我遗憾地想，可惜了，他很快就醒来了，脸色更加苍白，好似透明了一般。看到我，他想要伸出手来牵我，我却自动躲避。他落寞的表情我看在眼里。我问他为什么自杀，他说只要他受伤了，我就会心疼，就会过来看我。真是打得一手好牌。以前的我确实是这样，爱他爱到发狂，只要他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伤口，我就会紧张得不得了。我把他割腕的手狠狠一捏，他顿时青筋暴起。我淡淡地说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我了。他的手不停地颤抖，仿佛疼到了极致。他扯了扯嘴角，要是轻轻觉得痛快，可以用力一些。我感叹他真是个疯子，我不想再看到他了。每每看到他我就想吐。既然这么想讨我的欢心，那就离婚吧，这样对谁都好。他顿时就停住了。我把新的离婚协议书放在他床边，最后我叹息道，别纠结我了，你知道我的脾气。他沉默了好久，他本来就了解我，只要我认定了一件事情，就一定要把它做好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。我正想转身离开，他却说，我签好了。我脚步一顿，回头看他，他眼里仍旧是有后悔和不甘。我们是真的回不到过去了吗？我立刻点头。他用受伤的手把离婚协议递给我，我拿着轻飘飘的纸张，感觉怎么样也不太真实。决定好了，他点头。在我离开之际，他再次开口，我能不能
拜托你一件事情，照顾好我妈。”看到我的神情，他又开口：“不是说让你照顾我妈，而是让她能够安心享受晚年就足够了。你不用去见她。”我勉强点了一下头，然后头也不回走了。任何人都别想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走出医院大门，我打了一个电话：“喂，你好，你们可以去捉他了。”当时周父逃出来，我知道他肯定会回家，所以我确定好女儿的安全后，告诉警察不用这么着急送她进去，我要让她心甘情愿离婚。现在他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了，那我也没必要留他了。他欺骗猥亵多个女学员，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报了案，够他判几年了。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，看着阴沉沉的天，也感觉明媚了起来。要下大雪了，我得赶紧回家。快到家的时候，警察打电话给我，彼时我正在把车停到路边。听到那个消息之后，我手机都拿不稳，砸在我的大腿上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随后开车驶向另一个方向。我们到医院的时候，周父已经逃走。随后他给警方发了一条信息，他把春兰绑架了。我到的时候，警察已经在周围部署好了，只等待着时机。周父愿意把春兰交出去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见我。我走进去，那是一个破烂的房子，大雪快要降临，这个房子应该撑不住了，摇摇欲坠。春兰正浑身颤抖着被绑在椅子上，眼神恳求地看着我。我看着周父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他把刀缓缓伸向春兰脆弱的脖颈：“你说，要不是他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离婚？还有他。”他不知从哪里又拉出一个人，定睛一看，是另一个女孩，都是他出轨过的人。我冷静地说：“你不要把你的过错强加在别人身上。”他突然大吼：“如果不是他们说出来，你能知道吗？你就会跟我离婚吗？之前说完就应该把他们杀了，这样你就不会跟我离婚了。”我浑身冰冷，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好陌生，我变得不认识他了。我指了指我自己：“好，我不跟你离婚，你放了他们好不好？”他神色松动了一下：“真的吗？”我缓缓走近：“当然。”你先把刀放下。我一边走一边朝一旁的警察使眼色，直到我已经可以碰到两个女孩的时候，周父突然动了，他举起那一把刀，狠狠刺向春兰。我目眦欲裂，趁机把春兰坐的椅子踢倒。周父没有得逞，他懵了。趁这个时候，我狠狠用手刀砸掉他手里的刀，一个耳光甩在他脸上。趁他不注意，把另一个女孩推向警察。做出这些动作后，我累极了。警察也冲出来保护两个女孩，并且要把周父控制住。周父终于回过神来，红着眼死死盯着我。为什么？我这么爱你？我轻轻喘了一口气。我不爱你了。听到这句话，他好似突然释怀了，笑了一下。然后爆发了所有力气，推倒警察，冲向刚给我打落的刀。既然你不爱我了，那我也没必要活下去了。我顿时瞪大双眼，血溅当场，血飞到了我的脸上，我的衣服上。周父的眼睛还在死不瞑目地与我对视。他死了，大雪也落下来了。我带女儿搬了家，转了学。女儿有时候会问我，爸爸去哪里了？我总会笑着跟他说，爸爸不见了，可能是成为了小天使，可能是成为小魔鬼。我问女儿，爸爸会变成哪一种？女儿思索着说，爸爸不能是人吗？难道爸爸死了吗？我红着眼给他一个拥抱，说出了事实。对，爸爸死了。我不能对小孩子进行欺骗，也不能忌讳生与死这个话题。女儿听到我的话后，沉默了好长时间。我也一直陪她长大，或许她长大后就明白了，
春兰和另一个女孩子也时不时找我喝茶聊天，她们说一想起那天的情景就害怕，一直都感谢我救了她们。我笑了笑，其实我又何尝不是救了我自己呢？我救我自己于苦海，成为了自己，我再也不是谁的附属，而是我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